谁在装神弄鬼？这大半夜的，全息投影恶作剧，还是哪个剧组威亚断了？水，是水。神明，求神明赐水，救救我云州10万百姓！演戏？谁演戏会把自己渴成这副模样？还给我，把水还给我！城里的百姓渴得在吃观音土啊！血腥味儿，硝烟味，真不是道具服。张嘴！慢点咽，喝急了会要命！天哪，这是何等琼浆玉液！光喝水不够，吃这个。这麦香怎会如此浓郁？在下大梁国云州城主顾清风拜见神明。我不是神明，我叫林凡，就是个开超市的。你刚才说云州10万百姓怎么了？云州城被叛军围困整整3月，外断援军，内无粮草，叛军甚至截断了城外的水源，城里连树皮都被啃光了。观音土吃的百姓腹胀如鼓，顾某无能，护不住满城子民啊！断粮断水3个月，你们是怎么撑到现在的？靠一口气。叛军残暴，若破城，必然大肆屠城。全城居民宁可饿脱相，也死守城门不退半步。这是顾某祖传的前朝化圣真迹，求恩公垂怜。顾某愿献出此宝，只求换一车活命的粮食。这绝对不是现代做旧工艺，这笔法和印章是史书上记载早就失传的绝世孤本，这要是真的，绝对价值连城。林凡，还在你那破仓库里清点剩下的烂货呢！赵德彪大半夜打电话来催命的，少跟我耍嘴皮子！明早8点，要是还不上钱款，我就带人去查封你的仓库。我劝你现在就签了那份合同，还能留点钱回老家种地。封我的库，赵德彪，你这辈子是看不见这一天了。你哪来的底气跟我这么说话？明早8点，我会把欠款1分不少的甩在你脸上。顾城主，话我收下了。恩公，你愿意赐粮？看看这里，饼干、肉干，要多少有多少。从今天起，云州城10万百姓的命，我林凡保了。这些物资你先带回去救急，先给当兵的吃，撑住半天。我去把这幅画变成现钱，马上把整个食品厂的流水线给你搬过去。恩公大义，云州城10万居民死守城门，静候神明降临。赵德彪，你的死期到了。真的，神明真的赐粮了。都给本官醒醒！有水了，有粮了！城主，这黄色的泥砖是真的吃死人的，我不吃了，留给大人吧。这不是泥砖，这是神明赐下的救命粮，咽下去！给老子咬！甜的，是甜的，还有油水。兄弟们，这是神明给的第1批粮食，守住今夜，神明许诺，明日必有如山如海的神粮降临，死战不退！死战不退！
哟，这不是快破产的林大老板吗？怎么，超市保不住了，跑来这儿混吃混喝？赵德彪，把眼睛睁大点，好好看清楚，今天谁才是这里的财神爷？各位贵宾，在竞拍开始前，请允许我们代表龙腾拍卖行向提供本次压轴重宝的送拍人林凡林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经5位国家级专家连夜鉴定，此画确系史书绝载的前朝画圣真迹，起拍价5000万，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00万。6000万，8000万，1个亿，1亿2000万，3次成交，恭喜神秘买家！这幅绝世孤本拍出了1亿2000万的天价。林凡，你哪来的狗屎运？你以为拿了1亿2000万就能赢我？赢你？你现在连做我对手的资格都没有了。欠你的5000万违约金，连本带利已经结清，到账5000万元。钱到了，剩下的7000万，老子今天就用来砸穿你的供应链。3000万定金已到账，转账单都在上面，自己看。林老板，您确定要包下所有的军工级压缩饼干？这可是3000万的现货呀！钱你已经看到了，现款现结，少废话，立刻装车。全场停下手里所有活，叉车连轴转，给林大老板装车！顾城主，第一批大货到了，30万块高热量压缩饼干，10万瓶维生素，这只是第一车，吃，让全军敞开了吃。恩公，林兄，这简直是云州10万居民的命啊！别跪，时间就是命，立刻把货拖走，我这边还有几百车。拉车，调亲卫营，搬粮，上城墙。分发下去。真的是粮，我知道肉味和油水了。云州城的将士们，神明赐下鲜粮，这城我们守不守得住？死战不退，死战不退，死战不退！顾清风那个酸儒撑不过今晚了，传令下去，明接日出攻城。他们已经断粮3个月了，这群恶鬼哪来的力气唱歌？
大帅，河道已彻底堵死，云州城内再无一滴活水流进。顾庆风，本帅不管你昨晚是用了什么药法让士兵回光返照，人能3天不吃饭，但绝对不能3天不喝水。传本帅军令，围死4个城门，一只苍蝇也不准放出去。城主，没水了，井底连泥巴都快挖干了，只挤出这一碗泥浆。饼干太干了，没有水化开，咽不下去啊！弟兄们渴得快喘不上气了。小烈断了城外的水源，这分明是要修万军民的活路。神明赐了粮，难道我们还是要死要在水上吗？把这点泥水给伤兵润润嘴唇，本官去求神明，死守井口，等我回来。顾城主，怎么这么慌张？粮不够吃？本国有粮，但没水了。叛军截断了城外的活水，城内的酒井全部见底。哼，截断活山河，这帮叛军还挺懂兵法。恩公，城内1天所需的水量如江河一般，就算你把仓库里的水全给我，也只是杯水车薪啊！这可如何是好？他截得住地表的河，他截不住地下100米深的水脉吗？在现代工业面前，断水就是一个笑话。李工头，立刻把你们厂那套最大公数的车载式柴油深井钻井机给我运过来，顺便带上全套的工业级反渗透净水设备。林老板，那套设备可是个庞然大物，组装起来有3层楼高，您这是要打多深的井？我要打穿岩层，直通地下河，钱不是问题，全款秒结。我要求设备必须全部拆解成能通过2米宽大门的模块，2个小时内必须送达我的总仓。回去召集全城最好的铁匠和木匠，今晚我送你们一条永不枯竭的地下水脉。送你！这铁疙瘩是什么怪物？顾城主，图纸和组装视频都在里面，让你们的工匠照猫画虎，快！全城工匠听令，把这些神铁运到城中广场。今夜就是把手磨断了，也要把这神铁给本官劈起来！城主，神铁拼好了，这齿轮之精力简直夺天地之造化，老朽打了一辈子铁，死而无憾了。城内百姓的命全在此一举。神雷，这是神雷的声音。天哪，这水没有一点土腥味，比山泉水还要甘甜100倍呀！神明赐下活水了，我们不用渴死了！小烈，你想渴死我云州城？在神明的天威之前，你做梦！
老王，水有了，立刻架锅给全城百姓熬粥，让老人和孩子先吃口热乎的。城主，没柴火了，城里的门框甚至连床板全被拆去当滚木守城了，现在连一根能烧的木头都找不出来了。去府库，去求廉公。林兄，水出了，但城中柴草断绝，点不起火，熬不了粥啊！我早就猜到了，一座被围了3个月的死城，哪来的柴火？我给你送火。这叫燃气大锅灶，里面装的是能烧几天几夜的猛火，接上管子，拧开阀门就能烧。除了火，我还要给你们加餐。看清楚了，这是脱水蔬菜干、冬干肉粒，还有速食大米。只要遇到开水，立刻就能变成热腾腾的肉粥。端去广场，立刻开火！我要让城外的叛军闻闻，什么叫人间的烟火气。仁兄大恩，云州百姓永世不忘。城主，这铁桶里既没木头也没木炭，怎么可能生出火来？瞪大眼睛看好了，蓝色的火，这是传说中的3昧真火，神明赐下真火了！倒水，加菜。发了，肉发出来了，看肉变鲜肉了！全城将士，敞开肚皮吃，吃饱了，把这肉香用大风扇给老子扇到城外去，惨死那帮叛军！谢城主赐恩。这饼子硬得像石头，还发酸。昨天老张吃了，直接上吐下泻死了。这仗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好香，什么味道？这是肉味，是精米熬粥的肉味。城里有肉粥喝，我娘过年给我焯过1次肉粥啊！我不想打仗了，我们在外面啃发霉的石头，不打了，这仗没法打！都给老子闭嘴！谁再敢提一句不打仗，就地正法！不可能，他们昨天才断水，今天哪里来的肉？顾清风，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法？这分明是要用肉香散我10万军心！督战队听令，明早若是还不破城，所有百夫长以上将领全部剃头来见！哼，小烈，你的10万大军，明天还能握得住刀吗？肉粥，活水。这群贱民居然真的缓过来了！再这么耗下去，明天早上哗变的就是我的大军。既然饿不死他们，那就让他们自己内部起乱子。这是西域奇毒，遇水即溶，人只要喝上1口，就会产生幻觉，发狂咬人。趁夜色摸进云州城，投进他们的水池里，滚！
什么东西？有东西在咬我！滚开！快按住老李！他怎么发疯咬人了？大家快看啊！这就是城主引来的神水，这根本不是神明赐福，这是诅咒！喝了妖水的人都疯了！住手！城主大人，您为了守城，不顾百姓死活，用妖水害人，今天必须把这妖魔机器砸了！谁敢动这救命的机器一步，杀无赦！昨夜还好好的活水，今日怎会让人发狂咬人？难道真是我引来了不干净的东西？不行，我得去求恩公，封锁蓄水池，任何人不准再喝一口水，把发疯的百姓隔离。恩公，出事了！今日百姓饮水后，接连发狂咬人，力大无穷，口吐白沫。城中流言四起，说水里有妖气啊！哼，力大无穷，口吐白沫，在现代科学面前，这些全都是放屁。顾城主，这根本不是什么诅咒，这是典型的生物解药中毒，是有人往你们的蓄水池里投了致幻类的毒药，一定是消灭狗贼，竟用下三滥手段残害百姓，还要借流言毁我军心。可是恩公，毒药无色无味，我空口无凭，如何向10万人证明这是毒而不是药？我用化学试剂给你试，在现代工业面前，任何毒药都会立刻现出原形。看清楚了，这是透明玻璃试管，这是3号检测试剂。回去后，当着所有人的面取半管井水，滴入3号药水，只要水里有毒素，水会瞬间变色。顾某领命，今日定要让这些毒水在法器下原形无路。乡亲们，妖水害人，砸了那台妖姬，开城门，求萧大帅给条生路吧！城主到，都给本官闭嘴！本官今日是借法器，让你们看看这妖气的真面目。你看那琉璃瓶子这么透亮，定是仙家法器啊！瘦猴，取蓄水池里的水来。此水清澈，银针视之无毒。你们看好了。水流血了，真有妖术！这不是妖术，这是法器显灵，测出了这水里被人投了无色无味的剧毒，是城外的消猎狗贼派奸细在蓄水池里投了致幻毒药，他们要让我们自相残杀，好不费吹灰之力屠我满城。城主说的对，刚才就是这几个王八蛋一直喊着要开城门投降，他们就是消猎派来的奸细。让开，别挡道，滚开！抓住他们，差点害死我们！乡亲们，神明法眼如炬，妖邪无所遁形，只要有神明庇佑，消猎的阴谋诡计都将灰飞烟灭。放净毒水，重新蓄水。城主英明，死战不退。大帅饶命！那顾清风拿出一个银色铁盒子，滴了一滴洪水，就把毒药全验出来了。城里的百姓不仅没疯，反而全去拜那个铁盒子了。废物，全都是废物！顾清风到底是从哪儿找来这些邪祟玩意儿？传我军令，全军集结，趁着夜色掩护10万大军，给老子全部压上去，强攻云州城！大帅，夜里强攻，看不清城防，伤亡会极为惨重啊！传令，先登城墙者，上黄金1万两。恩公，城外火光冲天，消猎集结了10万大军，正借着夜色准备朝我发起全面猛攻。借着夜色掩护，在现代光学面前，他这就是带着10万人来送死。看清楚，这叫超高流猛矩阵式探照灯，按下这个红色的总开关。
好刺眼！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这是人造的太阳吗？这叫强光干扰。几百台这样的机器一起打开，能在瞬间干扰敌人的视线，看不见还怎么攻城？夺人势力，不战而屈人之兵。恩公，此等神器，请速速赐予云州。哎，拿着，这叫对讲机，能千里传音。按住侧面的说话，松开听，带上城墙，随时向我汇报战况。顾某明白，今夜定叫叛军有来无回。城主，他们来了，距离不到300步了，能听到他们拔刀的声音了。全体听令，手放在红色机关上，没有本官的命令，谁也不准转。开光阵，给本官闪下他们的狗眼！啊！我的眼睛被刺瞎了，好疼啊！这到底是什么妖光？挡住！用盾牌挡住光！大帅，不能冲了，全军全下了，后军才是全军的身体的自相残杀，阵型彻底溃散了。城主，我们连一根箭都没放，他们10万大军自己把自己踩垮了，这简直是无敌法器！弟兄，强光退敌，敌军前阵已溃，正在自相踩踏。顾城主，光只能致盲，不能彻底瓦解战斗力。等他们适应了光线，还会重新组织冲锋。致盲结束，接下来给他们上魔法攻击，防暴级催泪法丝。我要让他们哭着滚出云州城。顾城主，光柱不要关，我已经把魔法武器推过光幕了，立刻派你的人去接货。守侯，带100亲卫，用最快的速度去府库接新法器。遵命。顾清风，看到箱子了吗？拿起那个带管子的黑色面具，套在头上，拉紧带子，这叫防毒面具。戴好之后，再拿那个金属罐子。看到金属罐上的铁环了吗？等叛军靠近城墙底下，拔掉拉环，直接扔下去。记住，扔完不要摘面具。顾某明白，定叫他们有来无回。陆战队上前，后退者斩！举起盾牌挡住强光，给我爬上城墙！冲上去！城上没有放箭，他们死！神罚天降，放！这是什么暗器？没炸。我的喉咙像在被火烧。大帅，这是毒瘴，我们喘不上气了。这到底是什么妖法？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啊！城外的兄弟们，你们也是大梁的子民，也是爹娘的骨肉，放下兵器，喝肉粥。我顾清风保你们活着回家找娘。城主仁义，我不打了，我投降，我想回家。顾清风，你借天光耀烟退敌，朝廷不会容你。我在黄泉路上等着你。顾清风接旨，陛下听闻云州城降下灭敌神光与天罚妖烟，此乃国之重宝，奉天承运，命城主顾清风即刻交出神器，随本官进京面圣。若有迟疑，视为拥兵自重。钦差大人，我们城主苦守云州3个月，朝廷连1粒米都没发。如今我们打退了叛军，陛下不赏，反而要夺神器定谋反。大胆刁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神器留在顾清风手里，谁知道他会不会变成下一个萧烈？臣领旨，请钦差大人稍后，
容臣去后堂取神器。林兄，皇帝派禁军逼宫，要我交出退敌的神器进京，若不交，便是谋反大罪。顾某该如何决断？皇帝老儿怕你造反，那你就告诉他，探照灯和瓦斯都是消耗品，已经用光了。他想要能统治天下的神器，那我就给他一件真正能一统天下的无敌神器。我现在给你送几袋东西过去，我向你保证，皇帝看懂了这件神器后，得乖乖把当朝宰相的位子双手捧着送给你。顾某这就去府库接货。顾城主，这叫超级杂交水稻。林兄，这谷种确实饱满，但以此物进京，陛下若是不见那退敌神光，恐怕会治我欺君之罪啊！你告诉他，探照灯是一次性消耗品，已经废了。但你手里这些种子，亩产1500斤。多少？林兄莫要开玩笑，我大梁国最肥沃的水田，丰收之年亩产也不过300斤啊！1500斤，这怎么可能？在现代科技面前，没有不可能。箱子里有植物生长灯和速效营养液，你带着这些东西，在进京的路上用水泡发催芽。顾城主，带着他去京城，给那个皇帝老儿上一点现代农园的震撼课。顾某明白了，林兄，等我凯旋。臣云州城主顾清风后见吾皇万岁。顾爱卿，平身。朕听闻你得庇佑，用灭敌神光和天罚妖烟，不费一兵一卒收编了萧烈10万大军，可有此事？回陛下，确有此事。臣仰仗陛下天威，侥幸退敌。既然如此，朕命你带来的神光法器呢？还不速速呈上来，让朕开开眼界！启奏陛下，那退敌的神光与烟雾乃是神明赐下的消耗之物，光阵一旦开启，便会耗尽法力。烟雾散去后，法器也已化为干粉。臣交不出退敌法器。大胆顾清风，你这分明是拥兵自重，私藏国之重宝！你抗旨不遵，用化为芬粉这种荒谬的借口欺君罔上，该当何罪？顾清风，你交不出神器，难道是想留着他做下一个萧烈吗？来人，将这狂徒拿下！慢着，臣带来了一件能保我大梁国千秋万代的神器。哦，真正的神器。若是拿不出来，今日这大殿就是你的丧身之地。陛下，这便是臣带来的神器。你是疯了吗？你拿一把水稻秧子当神器糊弄陛下？放肆顾清风！你拿一把野草来戏弄朕，拖出去斩了！这不是野草，这是超级仙稻。此物若种在田里，亩产1500斤。你说什么？亩产多少？陛下，臣在进京的路上只用了10天时间，便将干瘪的种子催形成了如此粗壮的秧苗，靠的就是生命之光。光，紫色的光，这光照在秧苗上，竟然如此生机勃勃。陛下，退敌的白光只能杀人，但这紫色的光能让万物生长，能让大梁国再无饥荒。太粗壮了！朕做了30年皇帝，从未见过长势如此恐怖的庄稼。陛下三思啊！仅凭一株妖草和紫光，不能断定他的亩产千计啊！这定是障眼法！闭嘴！以食为天，只要这仙稻能有1半的产量，朕的大梁国就能打造出100万雄师，踏旁四海。顾爱卿，这仙稻的种子，你手里还有多少？林兄这招心理降维打击，果真将皇上拿捏得死死的。回陛下，10万斤种子都在云州城中，不仅有种子，还有大鹏温室建造图谱，臣愿将其全部献于大梁。哈哈哈哈！天佑大梁啊！顾清风，你退敌有功，献宝有奇功，你才是大梁国的擎天白玉柱。传朕旨意，封顾清风为当朝一品宰相，总理全国农桑水利之政。孙尚书，过来看看，这是神明赐下的恒温大鹏建造图谱。这纸张竟比丝绸顺滑，这画的楼阁简直鬼斧神纵啊！这不是楼阁，这叫温室大棚，覆盖透明琉璃布，隆冬腊月也能种水稻。宰相大人，这违背天时啊！没有地气滋养，长不出粮食啊！这就是神明提存的大地精气，名曰化肥。这味道极其霸道，老臣这就亲自下田，若有奇效，老臣愿拜这百里为祖宗。徐总，纯金啊！
还有这野山参，你从哪个古墓挖出来的？少见多怪，金子入库，山参送去鉴定。顾丞相，我要的货备齐了吗？弟兄放心，2000斤野生药材10万两冠金已在府库备好。好，准备迎接现代重工业的钢铁洪流。百乱金刚，林兄竟用来打造锄头，这就叫现代冶金，用它翻地，10天开垦几10万亩。化肥和抽水机马上过去，把黄金药材放托盘上。林兄，货已放好，收。陛下，用了化肥，仙道长得比树快。老臣测算，亩产足有1600斤啊！都给朕滚开！是真的，这是真正的粮食啊！列祖列宗在上，大梁再无恶殍，朕要养100万铁骑横扫八荒。顾先师，这是神迹呀！顾清风听旨，赐你9息之礼，见玉如见朕。林兄，你究竟是人还是真正的神？林总，我破产了，供应链全断了，求您收购我的厂子，给我留条活路吧。当初你逼我破产时，给过我活路吗？我瞎了狗眼，我不知道您手里有那么多极品野山参和古董啊！小陈，叫保安把人扔出去。林氏集团不收垃圾。赵总，请吧，别脏了我们林董的地毯。黄金换物资，古董换科技。短短半年，林氏集团已然成为全球领先的拍卖和药材的亿万级企业。顾兄，你那边如何了？大梁的软骨头们听着，交出你们的仙道种子和金刚兵器，本王留你们全尸。顾丞相，30万铁骑啊！我们的新军才训练了3个月，这可如何是好？陛下莫慌，冷兵器数量再多，在神明之力面前，也不过是土鸡瓦狗。林兄，北蛮30万大军压境，企图抢夺仙道，大梁需要终极火力。顾兄，重型装备已经推入府库，立刻派人接收。今天给他们上一堂现代空地一体战的实操课。那是什么怪物？怎么还会发出野兽的咆哮？北男子听着，越过界碑一步，天雷轰顶，粉身碎骨。哈哈哈！装神弄鬼，全军冲锋，踏平大梁！起飞，给本相炸！飞起来了！钢铁怎么可能会飞？这是什么妖法？大王，那是神明的雷鸟啊！天雷！哇！天法，真的是天法！撤退，快撤退！摩托营，随本相追击，痛打落水狗！神明庇佑，我北蛮愿永世称臣，年年进贡。求仙相收了天雷神鸟吧！若有反骨，神明之火必将烧尽你北蛮最后一寸草地。大梁万年，顾仙相万年！顾兄，恭喜你，现在是大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若无林兄倾囊相助，大梁早已是枯骨。这大梁盛世是林兄缔造的，一个掌握万亿商业帝国，一个掌控古代绝对权力，这条裂缝彻底改变了2个世界。顾兄，大梁版图还很大，现代科技更无穷。从今天起，你我在2界打造万古不朽的超级帝国。清风院追随林兄，生生世世万死不辞。